杜允涛，没想到你这么幼稚，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感情，有价值吗？更可惜的是，某些人连欺骗的感动都不肯给我。红玉，你身子不好，杜二少奶奶她自己会挣钱买花戴，我的钱她根本不需要，不如拿给你，还能买一套好的房子，然后我每天享受你给我欺骗的感动，听着你的甜言蜜语，好不好？好。杜允涛，你是非不分，简直是太可笑了。小姐，玉婉，小姐，玉婉，玉婉，小姐，玉婉，玉婉，你醒醒，赶紧去叫大夫，去啊！大夫，我太太的情况怎么样？您放心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偶尔受了点风寒。我给你开个方子，给她调养几天就好了。放心好了。谢谢你，大夫啊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那你过会儿叫人到我药铺里面抓药吧。啊，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对了，大嫂，那就麻烦你，我先把她带回去休息。好的。素心，那些。哦。瞧他那样，连声再见都不跟我说，抱着童玉婉就往家跑。幸亏童玉婉不是怀孕了，要不然我们真的就前功尽弃了。你错了，童玉婉她就是怀孕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。请了自己熟悉的大夫，而且在路上就买通了他。说好了，如果童玉婉怀孕，就让她做这个手势给我。说什么也要在允堂面前瞒得死死的。童玉婉怀孕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现在形势全变了，我真的怕我斗不过她了。你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我们还是去找少峰商量商量吧。允堂，允堂，你来了，快进来。来，累坏了吧？啊，我泡了新的碧螺春，趁热尝尝。是挺清香的。怎么泡那么多杯茶？这2天你不是难得过来吗？我每夜都在等你，我特意为你准备茶水，还不是为了让杜少爷你啊喝上的每一口茶都是最新鲜的。你以后别这样了，好茶跟青春一样，都不应该浪费的。哎，这口是陈茶，冰冷冰冷的，亏你还要喝。冷水泡茶慢慢浓，陈茶有陈茶的香味，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。你说的根本就不是陈茶，是童玉婉吧？你真是放着我辛辛苦苦泡的新茶不喝，反倒对着一杯没人要的隔夜茶，你在这借景生情。我真是不知道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要他什么意思，他就是什么意思。允堂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走吗？我知道，我不该独占你的爱情，可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是真的爱你。我克制不了我爱的自私啊，允堂。
云堂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！好痛，痛！云堂，云堂，云堂，不要再耍什么花招，想把我留下来。花招，真正的伤在这儿。如果你走了，我将万箭穿心。云堂，来，起来再说。又是自残的招数，杜家那女人早就玩剩的套路，能不能换个新的？我是不该欺骗你，云堂，但我所做的一切，还不都是因为飞蛾扑火的爱情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感动玩多了，便廉价了。你是要去找童玉婉吧？杜云堂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是连欺骗的感动都不肯给你。怎么我们这儿又停电了？也太巧了吧！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故意的。我们杜家的每一间工厂都在这个停电的区域之内。是谁在算计杜家啊？算了，跟你讲你也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童玉婉她明白啊？他当然明白啊。她是比我聪明，所以呢，我全心全意只为了你一个人。可她呢？一边当着杜家的少奶奶，一边呢偷着婆家的钱倒贴娘家。玉婉她娘家怎么了？啊？哎，罗经理，我想见一下董事长。阿少奶奶，现在在开董事会呢，女眷是不可以进入的。我有急事，你就帮我通传一下吧。阿少奶奶，这是杜氏实业的规矩，绝对是不可以的。罗经理，父亲。啊，好，是我约了玉婉来公司，有点事要谈。这样吧，你去我办公室先坐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谢谢父亲。没事，玉婉，有话你就直说吧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父亲，是这样的，童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急需资金，我希望您能够雪中送炭，帮帮童家。本来帮忙童家解决燃眉之急，是我们杜家义不容辞的事。可是金邦街的项目是我们华商商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再说我们的资金缺口也很大呀。我明白了，父亲，那我先走了。父亲，我阿玛额娘年事已高，还请您再想想办法。别急别急，我很了解你的性格，你是很难求人的，你一旦开口肯定是迫在眉睫。好吧，玉婉，你告诉我，你童家需要多少钱？至少40万。40万？一时半刻，我也真的力不从心呢。难道只能把童家老宅卖了吗？哎，千万不要！金邦街那块地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保住。
这样吧，你给我10天时间，我现在手头也紧，需要时间来调度。谢谢父亲，谢谢父亲。不过有个事，我想请求你，您说。帮我看好允堂，因为我不想允堂继续这样荒唐下去了。您放心，我会包容他的。玉婉，当初我上门为他求婚，不仅是要一个包容他的太太，我需要他的太太能够辅佐他担起杜家的家业。父亲，他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。但我希望玉婉，你为了我，为了允堂，去创造这么一个机会。父亲，这不太公平。允堂一直以来都很任性，从小到大没让人省心过。可是玉婉，你不一样。在佟家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大气、能承担责任的女孩子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话，那是因为我一直把你看成是个懂事的大人。我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。父亲，我在阿玛额娘眼里，也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我阿玛额娘对允堂，也是有着同样期待的。天下父母的心思都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是你要救佟家，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迈进一步。父亲，这是您救佟家的条件吗？其实我跟你父亲说过很多次了，经商一定要谨慎，可他老是爱听不听。我今天救了他的急，可是明天呢，他又需要我的帮忙。可是为了我的儿子，我愿意付出。你呢？只要父亲能够帮助佟家，我为了我阿玛额娘，愿意付出一切。就算再屈辱再难看，只要父亲守信，能够帮助佟家。好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今天的心思的。好了，去吧，玉婉。阿玛，既然杜家已经答应10天之内援助我们，就一定会兑现承诺的。明天呀，你们只要把风声放出去，那些债主啊，就不会再上门逼债了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这回你高兴了。这是玉婉豁出脸去求来的，以后在杜家，玉婉还不得低三下四、仰人鼻息呀？哎呀，钱来了还他们就是了嘛。哎，我不愿意见到你，你去书房吧。我想和女儿单独聊一会儿。好，你俩聊，我去书房看书。玉婉坐下。这回多亏了你了。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婉拒以后挣了钱都归杜家呗。有允堂支持我，再加上公婆通情达理，也没有什么能让女儿为难的事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童福，在，你去把我给姑爷买的东西拿来。是。额娘，你还巴巴的给他买什么东西啊？太太，哎，额娘，咱家现在都这种情况了，您怎么还给他买这么贵重的药材啊？没事的，我们是这家中药店的老主顾，能赊账。回去以后啊，你亲手把这些药材用文火熬，3碗水熬成1碗，让姑爷趁热喝。给他喝这些干嘛呀？
玉婉，你额娘我一生刚烈，可是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也不得不教你一些女人的手段。允堂啊，和你阿玛不一样，她聪明能干，脾气就自然有些大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太倔强了，让别人先得了手啊。额娘，允堂他不喜欢吃这些的，您还是退了吧，别再欠债了。您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。玉婉，你才是额娘一生一世的债，额娘恨不得能天天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可是到了别人家里，就没人像我这样疼着你、惯着你了。你要是不和允堂和好，额娘就是长生不老，也是一个操碎了心的老寿星啊。额娘，娘，你是最疼我的人，天底下最疼我的人。母亲，太太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吧。我听说老爷拨款为你娘家救急。是，父亲是答应了玉婉。既然老爷已经答应了，我也就不拦着了。但是你应该明白，我们对你娘家这样做，纯属爱屋及乌。这个屋，就是你在这个家最亲近的人，也是你的丈夫，杜允堂。就我们对你们家的一片心，你也应该把他给哄回来。至于保得住保不住你们童家，那要看你到底配不配做杜家的儿媳妇。小姐，我来吧。你从小哪干过这些活？不行，这个药膳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帮忙，我得自己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姐为姑爷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如果姑爷再看不清小姐的心，那可真是瞎了眼，我素汐也饶不了他。我做这些，只为了尽我的心。至于他怎么看我，我才不在乎。只怕小姐是嘴上不在乎，心里在乎得很。小姐，啊，是姑爷，你的诚心终于感动菩萨了，姑爷回家了。杏儿，你现在去找红雨，让他赶紧从后门进来。就是童玉婉要学乖巴结允堂了。是。